热油滚滚的烙锅，巷子里喷烟的烤串，越吃越香滑的独特火锅，数之不尽又从来没见过的小吃，概念超前的夜市，还有热情好客的当地人，全程最让我津津乐道的城市贵阳。在昆明逗留了3天，好不容易买到了火车票以后，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去昆明南站。昆明地铁的到站显示屏设计得很用心，电梯、厕所在哪边，到站的时候都会显示。人有3级的，开门就可以冲。从我们住的地方到昆明南火车站，坐地铁也要整整1个小时，这比我们从新加坡北部的沃勒站坐到南端的 Marina South Pier 都久。昆明市面积有21500平方公里。新加坡全岛面积734平方公里，所以其实昆明是新加坡全岛的29倍大。我们的下一站是贵阳，也就是贵州省的省会。贵阳跟昆明一样，都坐落在云贵高原上，所以这一路上窗外的风景都是山，景色很漂亮。可是你别以为这些山只是风景哦。其实，在贵阳附近，这些山里面还可以存放数据。许多高科技公司，包括 Apple、腾讯，尤其是华为，在这些山里面都建有大型的数据中心。原因是这些山里面的气候可以帮助数据中心降温，达到省电还有环保的效果。开车走高速公路要至少7个小时的距离，坐高铁2个小时半就到了。进来中国的第6天，我们住到了7天连锁酒店，这是其中一个主要城市或是旅游景点都会有的连锁酒店，通常都可以接待外国旅客，没有错的话是最便宜的了。但是由于现在是暑假，虽然房价还是比星级酒店低，不过1个晚上也要277元人民币。酒店出来就是古迹文昌阁，再走几步路就是贵阳的购物街和美食街，只是离开最靠近的地铁站都是爬坡路，拉着行李箱是有点难度了。不过打个车也就几块钱而已，不是问题。多斜坡哦，来的时候应该要有觉悟了，一路上都是山。这些40-50岁的是散工，在树下打牌等生意，也有退休的昂哥先生者在这边门口玩。没有来之前完全不知道，原来贵阳是一个山城。这边的路又上又下，又上又下，又上又下，坡度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慢慢的往下。你看这边完全都是下坡，然后那边是上坡。哎，这个就是那个长旺面吧？我看这么好生意啊！金牌逻辑长旺面，绝无分店，搞到我又想要吃了。这样多人排队。超级多人哦，街都是吃的东西哦。不过贵阳是出名什么我都不记得，到底是在排什么？排土豆片，这个土豆片有这么好吃吗？夸张！哇，怎么都这么香？油炸臭豆腐，价钱6块钱1个，这么长龙哦。超级多游客，全部都是年轻人。最长的就是这个土豆片，整条街都是人山人海。不过幸好不会像吉隆坡那样闷热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但是气候还是凉凉的，相当舒服。这位大哥的帽子很特别，用竹子织的。摩托前面的竹扁担应该是要来挑煤气桶的，在山城送煤气桶应该更吃力，因为要靠人力去挑啊。刚刚的包子我们知道，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怎么叫了。这个应该是斗喜鲢鱼吧，还有这个黄色的毛毛的水果，走几步就有一摊，很多人在卖它的果汁。贵州特产刺梨，就是杨桃 ，Star Fruit 的味道，到处都在卖哦。这里的小吃街不是1条2条哦，是整个区都有，而且有很多的品类是我们没有见过的，所以特别有新鲜感。像这个我们拿来擦咖呀，还是布兰达的面包，这里是拿来擦豆瓣酱、辣椒、猪油渣，还有架子耳根。周州铁板脆臊炒饭，什么是脆臊啊？
这个也是没有见过，在浅浅的油锅里面一半煎一半炸，看起来软软的一种糕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可是很多人在排队。鱼娘娘脆皮洋芋粑，洋芋就是马铃薯嘛，所以应该是马铃薯泥。锅里面有折耳根，折耳根的味道还可以吧，接受得到。汤汤圆圆的马铃薯泥，还有酸萝卜，特别。酸萝卜是带甜味的，对啊，丰富了什么东西的味道。刚刚那个洋芋粑粑我喜欢哦，好吃好吃。现在我们被这家稍微被人流冷落的波巴糍粑吸引住了，因为这种食材这样的做法我们没有见过。之前用熟的米糕在热锅上面烫出一层薄饼皮，然后再扒一块米糕垫底，接着撒花生粉和糖，像是熟悉的口味，可是这是陌生的做法。我们要一份儿。好嘞。多少钱？7块。7块呀。哎。有没有人知道刚刚说话的是什么口音啊？糯米、花生还有糖，就大概是那个味道。不过这样加了一个香香的脆皮的，口感和味道又更丰富了，好吃好吃。往回走的路上，我们本来打算尝尝贵州有名的特色凯里酸汤鱼，可是那鱼太大也太贵，所以我们就放弃了。但是幸好路上我们看到了另一道贵州特色豆米火锅。来贵阳之前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火锅，就是好像烤过的豆的味道。这是用几种豆来熬汤的火锅，这个叫软烧，但是它应该像柴一样，所以你一定要泡汤，给它煮到它软为止，它才真是软烧。这软烧是要在汤里面煮到软才可以。软烧其实是炸过的猪肉干，所以这炸肉干的肉香也会煮进汤里面，让汤的味道变不一样。而这个豆米煮久了，豆子会化开，这汤的口感又变深了，变得又浓又香又滑。煮到最后的最后，又变成精华中的精华的粥啊！胃口够大的话，其实可以整锅吃到底，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粒豆都不浪费。一道火锅可以变身几次，还可以不浪费，吃得清光，又清清爽爽的，适合马来西亚人的口味。所以大家来到贵州，记得可以试试看。这里不是游乐园，是围着古籍的城墙。傍晚时分，附近的小孩都会跑来这里玩耍。这里其实叫做文昌阁，是贵阳古城墙的一部分。明朝初建，后来多次修复，到今天是贵阳的古迹之一，也是附近的居民晚饭后休闲的好地方。哇，没有想到还可以在古迹里面打球。武圣门，穿过城门，前面是一家小学，旁边是烤肉店，跟古迹当邻居，很特别。这家小胖烤肉店，我们昨晚看到很热闹，好像相当有名，所以我们打算今晚就来这里吃。Good morning， 贵阳。我过后都很容易的。啊，都练功练了好多年啦。我今年3月份才开始。啊，3月份，现在就是4个月，就拉成这个样子。啊！我原来练过呀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拌一拌，诶，它的面是这样子的嘞，完汤米啊呀！偷看隔壁的好像比较好料哦，原来可以加荷包蛋，早知道我也加。吸满辣油的荷包蛋应该很美味。原来吹烧就是昨天那个软烧切成丁，
它就是肉来的。我们8点来的还比较少人，可能前面排4、5个人而已。现在差不多靠近8点45分就开始在排长龙了。糯米饭，酱香味的饭，还有这些酱菜，日本便当的感觉。原来吃到下面是辣的嘞，其实它不是所谓的合我们的口味，而是它的调料全部在下面，所以我还没有吃到。下面还有花生、酸菜，你拌了下面这些料，就不像日本的那种便当。微辣啦，微微的辣。好了，对我来讲不辣，我是相当能吃辣，对我来讲不辣，所以你们要小心。不好意思，要吃啊。这顿饭好像料也没有讲太重咸、重辣的，并没有。哇哦，好酱，好酱，好酱。虽然不算靠近，不过从我们住的文昌阁那边，可以走到贵阳的另一个著名景点甲秀楼。跟文昌阁一样是明代初建，后来多次损毁又多次重建。甲秀楼建在河中央的一个小岛上面，而另一边岸上高高低低的飞檐高墙，在大树之间隐隐约约的，真的非常秀气。我还留意到河岸两旁种的好像是杏树还有枫叶，只是不知道贵阳的秋天树叶会不会变色。其实这里的温度在夏天来说也是比较舒服的，大白天会热，却又不至于热得受不了。虽然印象中贵阳美食是以酸辣著称，但是我们来这里一天吃过的这几餐都遇见不是酸辣味的。今天就更厉害了，来了一份白豆腐、清汤，还有芽菜配饭，绝对清淡到一个极致啊！在马来西亚，恐怕只有在佛堂才会有人这样吃，也应该不会有店只卖豆腐白汤配米饭。这是在甲秀楼附近的店，主打的是豆花面，但是也可以点米饭。虽然清汤豆腐不管哪里都会有，不过加上辣油料碟，应该就会有贵州的灵魂了。连菜可以随意拿，还有不带脚掌的鸡脚骨，也是没有见过的新奇吃法。虽然看起来很寡淡，不过豆腐的豆香还有口感都很好，可以试一试。万东花鸟市场，这个是卖花卖鸟的地方吗？真的有鸟哦，还有鸡、有鸭、有鹅、有兔子、有乌龟、猫猫狗狗，奇花异草也有。这个是变种的龟背竹，前几年疫情的时候很贵，在美国可以卖到上千美金，现在热度过去了，不知道卖多少钱。其实这个花鸟市场并不是只有花有鸟，还有卖各种画画用品、原料、笔墨，当然还有做框、做装裱的。这个感觉像是一个 hobby mall， 就是一个把兴趣爱好或是收藏相关的商店集中在一起的市场，很方便。原来这样的场所就叫做花鸟市场啊，第一次见，很特别哦。City Mall， 巷子口的这家芋泥冰也让我们留下了印象。他家芋泥给的多，味道够浓够香，配上刨冰，加上各种水果。原来这个摊子是属于一家在巷子里的咖啡厅的，所以在这里买了还可以坐到店里面慢慢吃。晚餐时间，我们回到了文昌阁这边的烤串店。昨晚从城墙上面就看到这店一直在冒烟，好像着火一样。其实这只是人家生意好到爆，所以从昨天晚上就想要来试试看。年轻小哥捧着新鲜出炉的烤串，火急火燎的快步走。要不是跟着他，我还不知道原来这里面还别有洞天。哎呦，一条小小窄窄的巷子里都在吃烤串，气氛好到爆。什么肉这是？猪肉。猪肉啊，来这个来个10串吧。我大概给你抓，你做点。可以啊，行，一半，哎，够了。哎。我另外会加没有数多少，大概给你抓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这跟马来西亚吃沙爹不一样哦，因为我们的一串沙爹的肉会等于这边的大概2、3串，所以像我这样孤孤寒寒1串2串的点就一笑哦，要豪迈的一大把一大把的抓才过瘾。这板筋，南京五花肉。至于吃多少钱，就等算钱的时候才来打算。反正你吃多几次有经验了，你就知道下次大概要抓多少。
一个。哎，不要了，我退不换，不该加好。不过原来只有烤肉串才是一把抓，别的东西还是可以一只一只的点的。至于味道就是中式的口味，孜然、辣椒粉、花椒粉那些。哎，烤肉加的不？要，猪皮脆骨小肠。猪皮脆骨小肠，不要了，谢谢。而我还是觉得沙爹最好吃啦，因为我们的沙爹酱天下无敌。22块钱，就是1块，1块，就是1块。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早餐加个细满的炒泡面、辣油的荷包蛋，果然非同凡响。今天是我们在贵阳的第3天，我们打算去贵州省博物馆。我们是坐巴士去的，中途还要换车。中国的公共交通很方便又准时，所以很多人坐公车上班，因此车站都有卖早餐的摊子。贵阳的面积是大约8034平方公里，雪兰莪州的面积是8104平方公里，所以贵阳市跟雪兰莪州差不多一样大小，而且是在群山里面，窗外看出去风景还很漂亮，而且可以看得出巴士现在是走在桥上面，跨越一个相当深的山谷。虽然刚刚过了一个大山谷，不过我们还是在贵阳。这里就是贵州省博物馆，2个字，巨大。坐了1个小时公车来到这边，结果是要预约才可以进入，预约已经排期排到3天后了，所以进不了，完全不可能。你就算是外国游客，你来到这边也不用进去。不过也是正常的，外国人也不是有特权嘛，对吗？所以也是一个教训哦，千万不要在暑假来中国。反正来都来了，这里有一个图书馆。放暑假应该没有人会去图书馆吧？这是用人脸借书还书的系统，就是扫描你的脸之后，就认得你是谁，然后你就可以借书还书。至于有什么书，我们现在来看看。花燕园必读，微界面传字强化技术，超重力反应工程，还有什么化工商品安全与储运，精细化学品合成。这一部分是酿酒的哦，因为贵州茅台，因为是贵州茅台嘛，贵州的酒也是蛮出名的，所以一个酒的 section 也是很合理。鹤董威士忌从小白到行家。这一部分是关于咖啡的，很多本哦，要开咖啡都可以进来读。这里是什么？五金速查手册。五金可以查什么？什么砖头？砖？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书！不好意思，是我付钱的。暑假还是会有人来图书馆练书的，而且还有这样的斗力唱房可以使用。这座图书馆很大，总共有6层楼，除了各种应用工具书以外，还有许多的其他品类，文学、哲学，当然还有红色的理论。建筑物的中心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区域，是专门给艺术和人文类的藏书。对于已经过了跑工具书的阶段，有闲暇又有兴趣去拓展人文知识的人来说，在这里绝对可以消磨一整天，或是消磨几年也应该没有问题。博物馆去不了，去 shopping mall 正常。鲍鱼串串啊！哇，这个这么多人哦！贵阳必吃怪卤饭，这应该是集合所有贵阳小吃的一间店。这是什么？新加坡国民饮品咖椰 toast。一口咖椰 toast， 一口77年新加坡味道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，10个家用电饭煲在煮饭，客户自己去取，随便吃。这家快餐店有贵州酸汤鱼，专门店的鱼太大太贵，这里有便宜的，
就点来试试。点的黑鱼，黑鱼应该就是我们的生鱼，黑鱼片，黑鱼就是生鱼啦，阿乱和这个白菜、豆皮、芽菜，还有芹菜还有番茄，红色来自番茄啦，也并没有讲很重油啊，其实蛮健康的。这里这个区域看起来应该是贵阳的新 CBD， 有许多新建的办公楼，路面也很宽大，也许就像我们在昆明住的那个地段一样，属于今年规划新建的新市区。回程又坐了1个小时的公车，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旧市区。其实这旧市区也并没有太旧吧，可能是1990到2000年代，也就是30年左右的建筑。在吉隆坡、新加坡，尤其是曼谷啦，会有更老的，比如1960到1980年代的建筑。现在我们打算去一座天主教堂。印象中的教堂通常都在大路边，不过贵阳这座教堂却不太好找，它藏在大街后面的巷子里面。就是这座中式的宝塔，屋檐上还有龙有凤，除了顶楼的时钟和屋顶的十字架，不讲都不知道它是天主教堂。但是我们先看到的宝塔其实是教堂的背面，教堂的正面又完全不一样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完全不同的2座建筑。正面的这一道墙就看到中西合璧的元素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天主教在贵阳发展了大概80年以后，这座教堂才在1875年建立，是法国传教士建的。可惜我们来得迟，没有机会参观内部。才从教堂走出来，就遇上这个用听觉让人瞬间流口水的美食，油锅滋滋的响，铁铲子康康康的敲，整条街香喷喷。是哪的呀？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的。哎，对。新路那个网红街啊，好多平啊那个新路口网红街你们去过没？新路口。就是青云路，是那个大十字过去。大十字过去往那边新路口那边走。搭个车就去，搭个车就去。那个网红街什么东西都有，什么烤鱼。什么吃的丝娃娃，什么样样都有啊！样样都有。是那个蔡家街那一不是蔡家街，蔡家街那个是新路口。新路口。蔡家街是糖旺面嘛？对，我吃了2天。新路口，成宜路车，这个过去成宜路车过去。成宜路车过去。我在这边没有。就是青云集市。可以在这里坐18路。18路到纪念塔。可以。就在前面。好，就在前面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去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晚上愉快。好，拜拜。青云市集。哇，幸好遇上了热心的姐姐们的大力推荐，我们对今天的晚餐地点目标明确，第一时间立刻赶快跳上巴士，前往这个姐姐们一直推荐的网红街。这里是青云路，幸好有热心的当地人告诉我们，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要来这里。其实青云路就是一条步行街啦，也就是餐厅和商铺集中的商圈。每个城市都会有这样的步行街，但是我们要找的是青云市集。正门的第一眼印象就让我很惊讶，想不到居然是这样的。这铺天盖地的广告牌和霓虹灯，充满了cyberpunk的设计风格。不是只有入口处而已哦，走进去看也是一样，巨多的灯饰，就好像游戏世界里面一样。看这里的介绍，原来这个地点本来是一个灯饰市场，或许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这个新的规划也从灯开始构思，搞成了一个 cyberpunk 主题的市集。可是这个所谓市集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从外面我还真的看不出来。所以这是一个游乐园吗？市集里面更加让人耳目一新啊，设计感很强哦。而原来里面都是卖吃的，楼下是小吃，楼上是餐厅和 KTV。这里其实像泰国的夜市，只是青云市集是在室内，是用旧的建筑来改建的，然后用上了 cyberpunk 的主题，海报和灯光的使用也比较有设计感。
这个赛博朋夜市如果开在泰国，应该也会一样成功受到欢迎吧。哪一个很低？2个人啊？哎，对，2个人。要等久吗？要等20分钟。啊，20分钟啊。啊，好，行。点什么菜呢？我们点了特色小肠、罗非鱼、咬芒、藕片、包浆小豆腐，还有2份蘸料，一共125元。所以这个就是烙锅啦，跟火锅一样，也是大家围着一桌吃，只不过烙锅是用油煎的。其实所有的菜都已经是半熟，只是放在锅里端上桌再煎一遍。香那是100%肯定香，而且新奇又好玩。所以大家来到贵阳，记得要体验一下吃烙锅。只不过这油其实还蛮多的，对心血管的健康恐怕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哪里来的？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哦，我吃过，我之前吃过。哎，太好了。两口哎。哎，你是本地人吗？对。啊。可以的啊，吃辣锅。能。哦。所以虽然我也很想每天都吃烙锅，不过还是浅尝一下就好了，健康还是要注意。然后我也有注意到，原来烙锅的锅每一家都不一样的哦，有各种各样的，还有锅上顶着蘸料在煮的，似乎锅并没有一定的规格，各家有各家的创意。而当然，除了烙锅，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，而且应该本地人也喜欢来这里。而且青云市集是越夜越美丽，天黑之后，整个市集的灯饰设计才真正展现出它们炫目的本色。也因为入夜以后才漂亮，而且这里还有酒吧，还有 KTV， 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摆摊子卖点东西，所以越夜就越多人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座不夜城。不过我还是会建议天黑之前就先来，因为可以趁着人少先吃点东西，吃过了再来慢慢逛，那么就不用人挤人去排队啦。我们是傍晚7点到青云夜市，离开的时候都已经快10点了，人是越来越多。坐巴士回去酒店的路上，我这才知道，其实不止青云夜市，原来甲秀楼普吉一带的夜色也是流光溢彩。所以甲秀楼除了可以早上来，晚上去看，也有彩灯的造型可以欣赏。隔天的一大早7点，我们就收拾好行李，连早餐也没赶得及吃，7点半就离开了酒店，因为我们要坐9点的高铁离开贵阳。买车票还是非常的不容易，也是要守着12306刷很久才可以买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的车票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上车地点不是我们到的时候那座大型的贵阳北站，而是贵阳龙洞铺国际机场里面的高铁站龙洞铺站。这是这几年以来我们到过中国10几20个火车站里面最特别的一个。还以为这个连着机场的高铁站会有早餐店，结果是没有。这是我们这一趟旅途以来到过最小的站，其实应该可以说是在中国见过的最小的一个高铁站，够力了。所以我们没有早餐可以吃啊，只能空着肚子上火车。然后这个车站的站台原来是深埋在地底下的，从刚才的站房到月台还要下2趟长的电梯，要去到地底的一个隧道等火车来，然後上火車像坐地鐵一樣。7月13日，我哋由 KL 出發，一路坐火車。1個月之後，亦即係8月16日，我哋終於要去到我哋呢一次要返嘅唐山，廣東省。多謝大家一路捧場，咁呢一集就講到呢度收工，同時亦都祝大家收工愉快。想知道廣東省我哋去咗邊處，就記得撳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啲親戚朋友。咁新年流流就唔使發吽哣啦喂！